俄乌伤亡比高达6:1，苏34成为乌军心头大患。泽连斯基计划通过第三方和谈，挪威花费4.5亿采购防空系统，英国计划让军队杀伤力翻倍，波音花费47亿完成收购。在接受了《费城问讯报》采访的时候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透露了一系列重要信息。首先是伤亡比问题，泽连斯基称，目前俄乌两军交换比为6:1，也就是说，按照乌克兰国防部发布的数据，乌军应该已经阵亡了约9万人，而俄军呢则阵亡了54万人，这与英国国防部之前报告的数据相似。根据公开资料，2023年底，俄军的人数在220万左右，其中呢有110万的现役部队。可以说，一场俄乌战争，俄军伤亡人数已经过半，伴随而来的则是巨额的抚恤金赔偿问题。俄乌战争爆发7天后的2022年3月3号，普京在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成员举行会议期间表示，所有在俄乌战争中阵亡的俄军军人家属将获得742.1万卢布的保险金和一次性抚恤金。同时呢，俄罗斯政府将向每一位阵亡的军人追加500万卢布的抚恤金，一共呢也就是1241.2万卢布的抚恤金。因伤退出现役的合同制军人也将获得296.8万卢布的一次性补助，并且无论是受伤还是死亡之后呢，都能每个月领到额外的补贴。然而，随着俄罗斯越打越富，1年之后的2023年1月3号，普京又签署了法令，将阵亡抚恤金下调至500万卢布。到了今年的1月1号，乌军炮打别尔格罗德州，该州州长表示，遇难者将获得和现役军人相同的待遇，即300万卢布，约合3.4万美元；重伤退伍的则能一次性获得50万卢布，约合5700美元。可以看到俄罗斯的抚恤金随着阵亡人数的上升在急剧下降，这侧面印证了俄罗斯国防部目前正在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难怪普京要让一个经济学家把绍伊古顶掉。不过，泽连斯基表示，无论俄罗斯做出何种努力，其经济都将在2025年衰落。在《费城问讯报》采访中，泽连斯基透露的第二个观点呢，是俄罗斯撑不了多久了。俄军想要占领哈尔科夫，没想却拿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即便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不仅没有拿下哈尔科夫，还让美国解禁武器限制，让战火烧到了俄罗斯国内，这极大地影响了俄军士兵的士气。同时，俄军弹药短缺问题也愈加严重。俄军目前在东部战线取得的进展是依靠大量火炮来压制乌军，为此，俄罗斯要走了盟友朝鲜的500万发炮弹。但这还不够，俄罗斯打1年的。当俄罗斯炮弹耗尽，不足以维持其进攻，就是乌克兰反攻的时刻。泽连斯基还承认，俄罗斯的滑翔炸弹对乌军造成了很大的麻烦。根据泽连斯基的说法，用防空系统，特别是远程爱国者系统来对抗这些攻击是极其无效的，因为这些系统没有足够的导弹。此外，它们的成本是大大超过了俄罗斯的 KAB 的价格。1枚爱国者导弹价格约为300万美元，我们不可能拥有数千枚这样的导弹。没有人能生产这么多，你可能会在短期内获胜，但俄罗斯人仍旧会消耗你的导弹库存。因此，乌克兰需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既然解决不了航空炸弹，就解决投航空炸弹的俄罗斯战机。泽连斯基要求美国允许 ATACMS 导弹攻击俄罗斯腹地的机场。泽连斯基表示，射程300公里的 ATACMS 今天可能会对我们有所帮助。我今天强调，俄军飞机部署的机场，只要他们的 KAB 不是长距离飞行，我们就可以击中这些机场。今天我们需要被允许在俄罗斯深处使用 ATACMS。苏34目前是对乌克兰威胁最大的战机，没有之一。从2010年开始到战争爆发，俄罗斯空天军总共是接收了126架的苏34鸭嘴兽。在俄乌战争的第1年，俄罗斯仅仅制造了20架，2023年制造了12架，截止现在2024年过半，只制造了4架。当地时间6月28号，乌克兰总参谋部公布了上半年摧毁俄战机数量，在一共击落的约30架战机中，苏34居首，高达13架，其次则是苏25攻击机、2架A50预警机以及1架图22M3。
按照这种产量和消耗速度，俄空军迟早会失去这种战机。即便俄罗斯启动战时生产体制，但西方的制裁导致俄罗斯无法获得这种战机的关键电子器件和芯片，产能不升反降。福布斯报道称，俄罗斯空天军近半数的苏34被部署在距离乌克兰边境仅有160公里的沃罗涅日附近的马尔舍沃空军基地。这里驻扎的是俄罗斯空天军第47近卫轰炸机航空团。这个不足200公里的距离，恰恰是 ATACMS 弹道导弹的打击范围内。但美军现在只允许乌克兰打击别尔格罗德州边境以外100公里的土地，因此乌克兰现在只能看着这些战机每天在头上投下炸弹，却无能为力。当地时间6月30号，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费城问讯报采访时称，乌不排除通过第三方与俄罗斯进行谈判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表示，黑海粮食走廊协议首次采用了这种谈判模式，当时乌克兰没有与俄罗斯直接进行谈判，而是同联合国以及土耳其进行谈判，并且签署三方协议，然后联合国、土耳其同俄谈判，并且签署协议。泽连斯基称，同俄进行直接和平谈判不会结束战争，反而会鼓励俄进一步进攻乌克兰。乌克兰新闻网7月1号援引分析称，泽连斯基之所以对战事谈判态度有所改变，是想试探俄罗斯对此的态度，这可能是在为未来的和谈收集信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对此回应称，俄方仍然对有关乌克兰问题的任何对话持开放态度，但前提需是俄方能够实现自身既定目标，即占领乌东4州，以及乌克兰承诺不加入北约。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战线，在哈尔科夫地区，俄罗斯正尝试使用温压弹攻击沃夫恰河上的过河点，以图减小乌军的进攻趋势。同时，俄罗斯第83空降旅的部队在沃夫昌斯克骨料厂展开激战。乌克兰最近的报告说，被包围在骨料厂的是83旅的一部，所以该旅正在试图为被围部队解围。而在库皮扬斯克附近的克雷明纳，乌军则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反推。乌克兰军队在特尔尼附近推进了约800米，在克雷明纳西南的森林地区推进了约1公里。俄罗斯军队进行了微弱抵抗，便选择了撤退。而在恰西夫亚尔，俄军的进攻同样遇上了麻烦。乌军依托运河构建了坚固的防线，导致俄军虽然占领了恰城最东部的 K 区，但无法再取得进展。目前俄军试图从恰城北部的森林地区绕过沃夫恰河。在顿涅斯克市，乌克兰依托无人机成功地击退了俄罗斯的进攻，并击毁了7辆俄军装甲车。总体来看，泽连斯基总统的叙述和战线情况大致相同。俄军的滑翔炸弹确实是给乌军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在无法夺取制空权的现在，利用远程导弹打击俄军用于进行空袭的机场，确实是一个能够立刻解决问题的办法。俄罗斯专家开发了一种高速拦截无人机 Vogon 9SP， 用来引爆其战斗部来拦截敌方无人机。开发公司发言人指出，4轴飞行器可以加速到约200公里每小时，并且与雷达站和激光系统一起运行，以锁定检测到的目标。当使用时，无人机以45度角从发射器起飞，在发现目标后便无需操作员指挥，可以依靠自带的制导系统接近目标，并且引爆。他补充说，在摧毁敌方无人机之前，Vogon必须从操作员那里获得相应的命令，操作员根据无人机摄像机的图像做出决定。他的目标是精确拦截不怀好意地飞到这里的神风敢死队无人机。该公司发言人补充说道，专家们正在研究一种升级的4轴飞行器，可以加速到250公里每小时以上。根据英国《泰晤士报》网站6月27号报道，英国新陆军参谋长希望英军杀伤力翻倍。现任的英国陆军参谋长罗兰·沃克上将是前特种空降部队成员，因此他对特种作战有更深的印象。他表示，电子战和特种部队思维可以在节约成本的同时提升普通部队的战斗力。他的目标是在3年内将这支军队的杀伤力翻倍，方法是购买有多弹头的导弹和无人机群等智能弹药，他们可以同时击毙更多的武装人员。
作为曾经的特种空降部队成员，沃克曾在阿富汗的路边炸弹袭击中逃过一劫。他希望让整个陆军更像是特种部队，并且提出用新的方法来打败敌人，而不一定要依赖昂贵的装备，比如说更多的坦克。在他接任陆军参谋长一职发表的首次公开讲话中，沃克表示，衡量一支军队真正的标准是他的战斗力，在他的面对多个威胁目标的杀伤力。我给英国陆军的挑战是在3年内使其杀伤力翻倍，到这个10年结束时提高2倍。我希望陆军与防务公司合作，实现从战壕到工厂的快速供给，以便武器能一直跟得上需求。未来英国陆军的主攻方向会落在无人机、智能弹药以及火箭弹上。除了开发新技术，沃克还希望解决英国陆军弹药短缺的问题。其他西方国家也感受到了这个问题，而俄乌冲突使之进一步凸显。在乌克兰每天发射的炮弹达到数千枚。曾任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副司令的理查德·希里夫将军上个月指出，英军弹药严重短缺。他表示，英国已经使出了最后的招数，把所有能用的都送到了乌克兰，但依旧无法满足乌克兰的需求。同时，英国的国防物资也需要补充。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陆军前军官说，由于弹药的成本和供应量，他曾经所在的部队不允许在靶场上进行常规的射击练习了。尽管英国陆军称他可以在战时部署2个师约3万人的兵力，但专家们认为英国陆军很难派出一个6000人的旅在海外维持作战一段时间。防务分析人士弗朗西斯·图萨表示，过去的10年里，英国陆军已经从一支能征善战的部队弱化到无法适应战争了。挪威已经从康斯伯格订购了价值约48亿挪威克朗的新 NASAMS 防空系统，约合4.5亿美元。与挪威国防物资局的合同包括新的多导弹发射器和 NASAMS 的新火力分配中心，取而代之之前捐赠给乌克兰的设备。挪威国防部长比约恩·阿利尔德·格拉姆表示，防空对于挪威和乌克兰的防御都至关重要。我们现在正在增加数量，并且能够拦截各种威胁的 NASAMS 系统，增强我们的防御能力。当前的安全形势决定了我们必须加快防空的发展和 NASAMS 的升级。这次的合同将确保防空系统快速交付给武装部队，并且有助于提高国防工业的生产能力。这份价值48亿挪威克朗的合同包括了一项价值25亿挪威克朗的固定价格期权，用于加强防空系统，有效期到2025年1月。假设议会批准， NDAMA 将在短短1年内获得4个全新的 NASAMS 发射器。NASAMS 通过分布式组件网络运行，包括雷达系统、指挥所和导弹发射器。NASAMS 有2个主要版本，分别是2和3。2使用的是 AMRAAM 导弹，提供长达30公里的导弹射程，并且使用 MPQ-64F 雷达，提供高达120公里的雷达跟踪范围。它能够在高达21公里的高度拦截目标，可以防御无人机、直升机、巡航导弹和固定翼飞机，同时还支持 Link 16通信。NASAMS 3使用的是 AMRAAM-1R 导弹，将导弹射程是扩展到了50公里，并且可以拦截高35.7公里的目标。该版本引入了 AIM-9X 响尾蛇导弹和移动空运发射器，并且与爱国者等远程系统兼容。标准的 NASAMS 结合了有源 3D 雷达、无源光电传感器和 AMRAAM 导弹发射器，提供强大的防空能力。波音公司宣布计划以47亿美元收购前子公司 Separate Aerosystems。该公司是波音飞机材料的主供应商。该公司表示，因为国会、航空公司和美国司法部的审查越来越严格，波音不得不收购该公司，以提高飞机的安全性。波音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戴夫·卡尔霍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相信这份交易符合民众、客户以及股东和国家最佳利益。Separate Aerosystems 为军用飞机制造和供应多种结构部件，包括波音公司的 E7 蝎尾鹰和 P8 波塞冬，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的 B-21 突袭者、贝尔 V-28 以及 B-52 同温层堡垒的支柱和机舱。按照国防收入计算，波音公司是全球第5大防务公司，而 Separate Aerosystems 排名第86位。
1月5号，一架波音737 MAX 9在俄勒冈州上空16000英尺处发生爆炸后，民众对于波音飞机安全问题的担忧达到了顶峰。不久之后呢，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宣布加强对波音公司和 Separate 公司的监督，后者为这架飞机的制造商。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